大家来到展示的音我以为你是开玩笑乐会。哎，不要！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什么？学到了没？好好说话，不要太白灵，不要太抽象。好，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太令人好奇了。上会火，属实会火，实属会火，会火属实。小红书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展轩。副讲人一方老师你好。你好！哇塞，真的没想到那个视频被刷到，我本来想了那么多名字，但是我们中间富甲一方选择了这个名字，原因是什么？在座的所有观看这条视频的所有朋友都是富甲一方。好，那在正式开始采访之前呢，我们先想让展轩老师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我说上半句，你来接下半句。好，大声的说出红豆生南国的下一句是南国红豆生，有没有逻辑嘛？很有逻辑吧？这有逻辑吗？我再让你想一句的话，红豆生南国，南国赛南模。其实是什么？展轩。哎，不要！展轩啊，不是，展轩是，哎，好，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太令人好奇了。最近临近什么日子？临近我的个人约会，也是你的生日，你的 birthday，Happy birthday。首先，你今天有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特别吗？特别漂亮，夸爽了。好，那还有一点没有发现，我的衣服是一个 cake。哇，太棒了！这种创意到底是怎么样才能想到的？把这样的策划我一定要挖过来，太厉害了。好 ，OK， 我尽数全收。另外一个呢，我们会为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啊，真的吗？谢谢。展轩老鼠干，欢迎大家来到展轩的音乐会，专门为你准备。你看这个腿长如何？怎么样？不错吧？我说实话，老鼠干它没这么长的腿，这纯按你的腿长给你制作的。怎么样？它还可以就是变换的一些姿态什么的，拥抱自己，拥抱未来，比心。用腿比心怎么样？差不多，特别好看。我觉得展轩老师特别满意，你看他表情上完全写着哇，太令人惊喜了！这份礼物我会好好的珍藏，带他去往世界各地。那我是会在以后展轩老师的任何物料里面看到这个老鼠干是吗？今天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嘛？那第一次你跟我们这种不太熟悉的人见面的话，你聊天的话题会是什么？我会不聊天，我会等别人开辟话题。那我如果完全不说话呢？就互相沉默。啊，真沉默来着。那如果今天你是记者，那我是展轩的话，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在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日上，如果你要对来的人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来赴约。哎，等一下，我要展轩老师的那个。你要干嘛？谢谢你们的赴约。哎，学不像，你来一下啊！谢谢你的赴约，在这等我呢。对。非常谢谢大家能够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来到上海赴约，也希望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天天开心。这个生日有你们，所以变得很不一样，很不一般。非常谢谢你们。富甲一方小姐，请问你是如何成为顶流的？好好学，做好了。娱乐圈这种小地方，有富甲一方来着，肯定就是手拿把枪了。学到了没？好，那现在开始什么？我们正式的采访。前面是在干嘛？就是我通过了海选，现在能够进入正式的决赛。明白。大家都说最适合9:16尺寸的男人出现了。如果用你的一个全身照做壁纸的话，完全就是头顶天，脚顶地。那说明就是大家拍得好。那你身材这一块就是也不夸一夸，就是拍得好。因为我们有1.9米嘛，你会因为你的自己的身高有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烦恼吗？我经常撞头。印象最深就是我外婆家的那个门框很低啊，我小时候个子矮不觉得有什么，长大后每次去我外婆家每次都撞头。那我刚刚你说你小的时候其实个子比较矮，我以前小时候全班最矮啊？为什么？那你为啥现在长这么高？你问我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是全班最矮，直到好像是初2啊，就那一年夏天突然蹿的身高，从全班最矮到了全班最高。那一个暑假是多喝了牛奶，还是多吃了某一样东西，所以才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那你平时会因为身高在一些活动上的时候说，为了照顾一下旁边的人，那我要不要就是蹲一下啊？这已经成了我一种习惯了。今天很庆幸我们这个采访是坐着采，因为如果站起来采的话，我觉得我会蹲马步的，稍带锻炼一下。有多？还好吧？啊，差不多。对，可以平视。防水台没白穿，专门就是为了这次。太用心了。那平时刷各种软件的时候，会刷到一些自己的图吗？会，每一张都比本人好，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我要真长那样就好了。你太谦虚了。你要再这样，摄影老师要笑。他刚刚已经弯下了他坚挺的腰，在你们公司工作一定非常开心。为什么？你们的整个氛围都非常的舒服。你看，摄影老师已经笑得流眼泪了。到这个程度了吗，高老师？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太过于谦虚，别人对你的夸奖，你其实要照单全收的那种感觉。一人独乐不如众乐，我好，你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广州好的。好。那你还记得你在剧火之后第一次走机场是什么样的情景吗？其实第一次嘛，我不知道，我就是很正常，因为我要去工作，我也随便穿了件衣服，结果出来看到很多人，然后他们就冲上来了。当时真的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当时只是觉得从不被关注多了很多人关注，从不被人知道变得就有一些人会知道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稍微有了一点的收获。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能不能爆火，要不要爆火，对我来说都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事情。如果今天还是像以前一样，那我还是会去面试、去工作、去想办法多做一些工作啊什么的，去拍一点戏。只是有了大家的喜欢，有了大家的支持，可能让我更容易的去接洽到更多的工作，去接触到更多我喜欢的角色。这个对于我来说才是重要的，我不能辜负大家的喜欢吗？有网友在线下叫你展志伟，展志伟。对，当时的一个内心 OS 是什么？本名羞耻症嘛，好像是那种。可以分享一下展轩这个名字的由来吗？其实是真的很简单，感觉这个轩字它就有那种念出来就感觉这个人的形象啊，气宇轩昂的，很挺拔，一身正气的感觉，跟展配起来挺好听的，展轩，然后就叫这个。我觉得展轩这个名字也还不错，对，比展白起好听一些，都挺好听的，都是大家起的，都挺好听。直播的时候有网友说你头大，你当时瞬间燃起来了。你头好像有点大，因为这个衣服太窄了。脱了，还大吧？网友就说这个展轩看起来完全就是白灵型人格来着，认真吗？首先第一啊，我头围很小，我头围比一般的女生都要小，我只是习惯性把头发做的爆炸一点，这样看起来会显脸小，但是它带来的弊端就是头大，这个东西相辅相成的。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是白灵型认证吗？今天我就提醒我自己了。你提醒你自己了吗？提醒我自己，我说我今天不能太燃，或者说太炸，就是好好说话，不要太白灵，不要太抽象。结果你看这个东西。没办法，主要是跟您聊天特别开心。您看高老师那爽朗的笑声，是，因为咱这氛围好。嗨，是，说呢，所以啊才能挣开心。对，是啊。提前祝大家给大家拜早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哇塞！你看我真的提醒我自己了。我觉得可能破功就在于这个先破了一下是吗？就坐着刚好，就我怕勒他头什么的，他万一头痛啥的。你别说，坐这还坐得挺稳当的。除了头大之外，你还忍受不了大家说你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想要为自己证明的？我已经没有任何想要为自己证明的事情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实在太多了，你不能每件事情都跟大家说清楚、解释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事情，我也没有必要去改变他的认知。活着就已经很辛苦了。你知道你那场直播，别人说你头大，你燃起来的那场直播，你有发现你腋下其实这块是撕裂开的吗？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为什么？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直播之后，就是那衣服的设计，就是你知道有些衣服它会做一些碎片嘛，其实也是宣传了一个我们环保的理念，废物再利用，像这些丢弃的布料就可以在上面做出一些那种像花纹一样的东西，其实是那个衣服的设计。衬衫的设计，只是那个衬衫在里面打底了，刚好露了一块出来。对时尚这块还是有对有一定感知力的。对，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想要为自己证明的事情了。那可否咱们复刻一下之前直播里的一句经典语录吗？一定要播放吗？一定要播放。可以直接告诉我吗？不行。救我！稍等啊，我得把声音调大。哎，不要！声音调慢。资料怎么没写演不成剧？因为我这个人呢，就像是一块拼图，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发掘。就像是一块拼图，需要你慢慢发掘，懂吗？不要再发掘了，快掘地3尺了，已经有点快给我刨没了。稍微一点胡流往上给我留点面子吧。呀。那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的比如说性格啊，或者是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有那种没有被大家挖掘出来的一面吗？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可能底色还是一个秘密啊。前阵子跟自己的偶像许嵩去了同一场音乐节，当时还得到了一些专属的饭撒，合照直接拍上。你没有吗？我去，我还真没有。这把书，没关系，未来可期。那您一定会的，借你吉言。那所以见到许嵩老师的时候，你们都有说什么吗？聊什么天之类的吗？没有，我非常紧张，然后一直在发抖，然后我又怕就是打扰到老师，就是一直很紧张，诉说了一下自己多少年的粉丝没了。你知道见到偶像这种事情，当然会紧张。但是老师特别好，他还提醒我，让我上台不要紧张，说嗓子能听出来不舒服就是对。所以偶像的力量真的，好好唱歌。那当时的心情，其实我觉得网友有一张图还蛮符合当时。那叫窃喜，就是合上影，结果就是你又很胆怯又很紧张，你知道吗？看到了你早起去看日出的 vlog， 听到你在路上的一些碎碎念，我还挺被治愈的。有一句话说得好，悲观者总是证据，乐观者
都在前行。平常也是一个容易有感触的人吗？非常容易有感触，经常会习惯性复盘，习惯性去想很多事情，把一件事情想得很多面。那你会内耗吗？大家不要学我啊，但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人。但是有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就会在飞机上往下看，然后我就看到地面上的那些高楼都变得很渺小，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你看这个世界这么大，其实这些事情也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就不要内耗什么的。但落地之后，哎呀，这楼这么大，又开始内耗。就是不要太在意太多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开心一点最重要。那你觉得这上半年来，你的生活上面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觉得总体是，用力起来做好。我觉得有好的部分，有就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扰、烦恼的部分。觉得还是要及时调整自己心态吧，毕竟日子是要往前走的。你当初有在电梯口说出来那句"我是展轩"，你们可能认错人了吗？那展轩，大家说从这条视频到现在，你能够站在舞台上向大家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演员展轩"，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你感觉如何？倒没有吧，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尽甘来的感觉。我天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给了我这种自信，让我逐渐可以大胆的、大声的去表达出自己，跟大家介绍自己。哪怕未来没有人在台下等我，我也会大声的跟大家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展轩。因为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粉丝朋友们给你留下的生日祝福和想说的话，然后我们读一下，看粉丝们想说什么。好呀，展轩你好，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已经陪你从热烈的夏天走到了静谧的冬天，从澳门的第一次线下见你到赣州的再次奔赴，虽然离你很远，但能见面就是最大的幸福，能跟你见面，能够被你这样支持，也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们都知道，在被更多人看见之前，你走过很长的路，扛过不少难挨的苦，也亲眼看着你把日复一日的努力熬成了闪闪发光的现在，看着你捧起那第一个属于你的奖杯。展轩，我想告诉你，这是你的第一个奖，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其实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奖，遇见你们才是我的第一个奖。马上就是你的个人生日音乐会了，这一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我特别想在这次生日会上见到你，听你唱歌，把所有的祝福都大声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到现场，但如果你不在的话，在网上也可以听到我为你们唱歌。你的新的1岁就要来了，我们不求你一定要站上多高的顶峰，我也是这么想的。未来的路还长，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听你唱，看你一眼，等你带来更多的惊喜。能够给你们带来惊喜也是我的荣幸。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别怕，我在。同频的人一定会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相逢相遇。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小红书，那我们这里有一些可以选择的一些选项，你可以随机问2个问题，然后在这些选项里面随机抽一个，看他给你答案是什么。问出来万一结果不好嘞，我在心里问吧。耶！不是，你问的啥？我说我会不会长命百岁？他说结果可能会让人惊讶。哦，你真的能长命百岁，所以让你结果惊讶啊？好了，我这是编的了，没有问这些。哎呀，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好，谢谢，谢谢。祝您富甲一方。